仅播出4集就登顶热搜榜首。杨紫的表演可以说是一举成名，该剧再次火爆。没想到这个暑假电视剧这么热闹，有2部悬疑剧非常受欢迎，分别是《失落的11楼》和《幸福的脸》。追光的日子和曾小子都是非常耐人寻味的青春片。如今，杨紫再次展现实力，带来了一部新剧，名为《长相思》，主演还有张晚怡等人。说实话，在众多热播剧的竞争中，我真的没想到这部剧能够爆发。然而，事实证明，《长相思》一播出就迅速占据了热销榜第1的位置，一夜登顶第1的新剧《长相思》有多引人注目？请耐心听我详细介绍。1、剧情紧张刺激。古偶《长相思》虽然也是古偶作品，但与其他古偶略有不同。这部剧的元素太丰富了，一开始就展现了宏伟的背景设定，人、神、魔3个种族共同生活在其中。在这样的大背景下，电视剧选择了清水镇这个宁静和谐的小镇作为故事的起点。在这座小镇里，人类、神灵和妖怪和谐共处。杨紫饰演的小刘也在这个清水小镇过着平静的生活。小柳原本以为自己可以在这个小镇过上平静的生活，但是一切都因为他救了一个叫花子的神族而改变。当然，这只是《长相思》这部作品的主要情节。这款《长相思》还有另一条值得一看的故事情节。男主由张晚怡饰演，女主由杨紫饰演。他们在剧中饰演的是兄妹关系，姐弟2人从小就相依为命。年少时，2人曾郑重承诺一生相伴，永不分离。直到那一天到来，他们被迫分隔两地。寄居在篱笆下的哥哥一直在偷偷寻找失散多年的妹妹。妹妹误以为哥哥抛弃了自己，选择独自一人住在清水镇。经过多年的等待，有一天，哥哥终于来到了清水镇。然而，2人有缘相遇，却从未相识。这条兄妹线其实比感情线更感人。长相思此时此刻展现在我们面前，除了甜蜜的爱情故事，还有感人至深的兄妹情，守护感十足。2条线的故事节奏并行，立即达到高潮。杨紫再次给我带来了新的认知突破。杨紫的演技确实不凡，我真的有一种预感。不过在这部剧中，杨紫凭借出色的演技再次给我带来了新的惊喜。杨紫饰演的六哥一脚一出场，就展现出了不羁低俗的特点，尤其是在街上嘲笑路人，用要吃要骂3年才报一次的形式，真的可以让人彻底忘记杨紫以前的形象。然而，更精彩的事情后来发生了，那就是她饰演小刘时的生活片段。对洗碗不感兴趣，而且还有一堆可笑的借口，反正盘子会弄脏，所以就别洗了。他的错误观念和荒唐行为确实将假小子这个角色诠释得淋漓尽致。小六这个角色不仅仅是杨紫饰演的假小子形象，他还展现了女性的温柔和善良。因此，我们不应该完全被假小子形象所迷惑。当店里的员工麻子想要娶妻却缺乏资金时，虽然表现出一副大大咧咧、冷漠的样子，但他能很快做好准备，收拾好背包，准备去山里采丹药，换取他需要的钱，这样麻子才能顺利娶到儿媳妇。当然，更让人兴奋的是他第一次见到叶17的时候，虽然他口头上说别管我自己的事，免得惹麻烦，然而当他转过头的时候，却无意中发现自己已经来到了叶17的身边，甚至是为了让自己的拯救行为变得更加合理。他恶狠狠地踩在叶17面前的煎饼上，然后对叶17大喊：“我不小心踩到了你的煎饼，我该怎么补偿你？”杨紫此次塑造的人物形象可谓与众不同。她外表看起来像个放荡不羁、粗鲁的女孩，但实际上却极其善良，内部很友好。确实很不容易，杨紫能在一个角色中同时兼顾这2种气质的演绎。这次，杨紫再次展现了我惊人的演技，让我对她的演技有了更深的认识。3、人物设计很有趣。杨紫饰演的这个角色让我完全无法忍受快进。我觉得剧中3位男主的角色设定非常吸引人。轩轩一角由张晚怡饰演，他的人物设定其实是一个爱妹妹的人。他从小就表示要保护妹妹，但最终却没能保护好妹妹。为了寻找目的地，他翻遍了万山万水，终于来到了清水镇。
然而，现实总是像个笑话。经过几十年的寻找，妹妹就在他面前，他确认不出来了。而且最后他还害得自己的妹妹受伤。真的很期待姐弟俩见面的场景，一定很精彩。我们要说的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男性角色是叶17，这个数字更加引人注目。小六用自己的神灵之血拯救了一个垂死的乞丐，这是开场。叶17醒来后，一直跟在小柳身边，对他产生了感情。叶17不是普通人，而是属于高级神族。如果他继续留在小六身边，恐怕只会给小六带来很大的麻烦。非常期待叶诗琪和小六这对情侣将如何演绎他们的爱情悲剧，最终的结局又会如何呢？最后，我们要说的是谭健次主演的香柳和小六的故事情节。香柳出道时由谭健次饰演，展现出臭名昭著的大魔王形象。他一看到小刘，就让小刘帮他做事。小刘不同意，士兵们直接用鞭子抽了他，甚至扬言一靠近小刘就要吃掉他。小六一直在想尽办法释放香柳对他的控制，并希望通过毒害香柳来实现这个愿望。《长相思》剧中3位男演员的设计可以说是独特又引人注目。《长相思》的剧情设计引人入胜，人物栩栩如生，故事背景宏大壮丽，因此该剧一播出就火了，完全符合预期。02热播剧《鱼孤妖》肖战沙溢卡宾枪，2大平台认证自来水。暑假已经结束，观众们还在津津乐道的玉骨遥再次高调复出，让整个娱乐圈再次为之兴奋。作为资深娱乐编辑，笔者不得不佩服顶级肖战所带来的惊人号召力，让这部剧成为暑期档中一颗璀璨的明珠。玉骨妖的高调回归并非偶然，背后有多重原因。首当其冲的就是肖战作为顶级明星的巨大流量。在电视剧《玉骨妖》中，他成功诠释了人物，不仅将情感台词演绎得深情款款，还将剧中人物形象生动地呈现给观众。这种强大的演技和号召力，让《玉骨妖》成为暑期档其他同类剧的敲门砖，成功吸引了观众的眼球。不过，除了肖战个人的才华之外，剧集本身的品质也是他高调复出的重要原因。尽管距离大结局已过去7天，玉骨遥依然逆势下跌，走势久久不退。这种持续的影响力和吸引力不仅体现在一个平台上，还会持续引发多个平台的话题和讨论。这足以说明该剧不仅拥有稳定的粉丝基础，而且得到了更广泛观众的认可。从观众的角度来看，玉骨遥之所以能够重新出现，是因为他在剧情、演技、制作等方面的出色表现，让观众们喜爱不已。随着这种口碑的传播，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了观剧大军中，让该剧在结束后能够继续在热度榜上大放异彩。暑期档即将结束，玉骨高调回归，该剧获得2个平台认证，证明观众的力量不容忽视。玉骨遥被誉为当红爆款剧，不仅得益于一线的肖战的流量，更因为剧集本身的品质以及广大观众的热情支持。观众，首先，该剧在下沉市场2、3、4、5线城市引起强烈反响，得到了最真实的观众反馈。关闭全国市场短视频平台后，官博粉丝不减反增，粉丝数突破100万。与此同时，玉骨妖话题在短视频平台爆火，短短24天突破100，观看量破亿，成为俄长短视频平台史上第1部作品突破100亿，速度之快让人瞠目结舌。其次，鱼骨妖也在小红书等流动市场崭露头角，成为2023年暑期档第1部热门种草剧，发布条数最快突破10万加，总曝光量最快突破10亿加。这在小红书这个相对较小的平台上并不容易。粉丝们热烈讨论玉骨妖，让这个平台感受到了它的爆发力。观众的力量再次出现，打了那些不看好玉骨妖的人的脸。结局后，不少网友怀疑该剧在其他平台被强行打压，但这个认证证明了节目的实力，赢得了观众的真爱和认可。回马枪玉骨遥更是耀眼夺目，除了顶尖肖战的加持之外，主演们出色的演技以及精彩的剧情都成为其自来水的原因。而其在各平台的表现也进一步印证了其影响力，使得观众对其口碑和品质的肯定超越了瞬间的数据。在观众逐渐觉醒的今天，作品的品质和口碑越来越受到关注。
此次玉骨妖的成功，充分说明了只有真正被观众认可的作品才能成为爆款。观众的眼睛是雪亮的，对剧集的要求与日俱增，不会被节目的热度所迷惑。热播剧《玉骨妖》的成功值得庆贺，也让更多人期待优秀的作品。观众的力量再次证明，只有出色的品质和观众的支持，才能在娱乐圈大放异彩。鱼骨妖用实力征服了观众，成为今年暑期档的一颗闪亮明星。